歡迎來到少主力的魔玩頻道。今天我們來玩布魯克出的這款傳奇版的 EVA 初號機，盒子看起來竟然還是挺大的，跟預想中的有點不太一樣。這一回的傳奇版其實就是拼裝模型，說明書還是挺厚的，全彩印刷，看起来細小的部分，哎，沒想到老布做拼裝的模型也可以呀。这些零件的注塑工艺还是相当不错的。紫色的装甲部分应该是成型色，然后铺了一层亮閃閃的漆，感觉像是使用了高压的注塑，没有发现特别明显的水纹，而且零件的预涂装都做好了。板件的内容量还是非常多的，不过好在呢，这一回全部使用了这种按压水口，不用模型钳子一抠就下来了。很方便。那好，我們準備開工。A few moments later， 我已經全部拼好了。其實這個拼裝的過程還是非常簡單的。還有一個非常棒的點，就是它的板件可以很快速度的清空，就不用來回的翻找零件。看似板件多啊，每一個部分拼完，你可以清空大量的板件，也就是說拼到越後邊速度越快。那這一點在拼裝體驗上邊是有不少的提升的。地台非常不錯，做成了 TV 版局數器的樣子，而且身體架在上邊非常的緊實，可以看到整條手臂和肩膀都是完全像動畫片裡那樣嵌合在局數器上面的。下方的孔這裡也可以插電源線，另外這個孔還可以安插額外的支架來擺一些造型，沒有問題。同樣的，跟之前玩的初音未來一樣，這個夾子是軟硬膠一起注塑的，哎，非常的牛逼。地台底座刻畫的樣式也是非常考究的，很多的細節。整個的局數器還有兩段的伸縮，可以調整高度，然後就可以從第3東京市出發。來看本體的部分，電線這邊拔掉，這些部分也都是用分色零件來處理的。後邊的電線可以塑形，打開後邊的蓋子，裡邊是真的可以插入栓的，然後滑槽捅上去，滑道拉下來，這個蓋子扣上。哇，全身的這個效果啊，非常的閃亮。手臂上面的一些銘文，肩膀處的 EVA logo。頭部的還原度做得非常不錯啊，眼睛還有天線上面的這一條綠色都是預塗裝的效果，下巴這裡是分色的零件，脖子在往上抬活動的時候會有一個聯動的效果，喉結的這一塊，什麼喉結？妹子，媽媽雞，臉頰兩側也預塗了細節，嘴巴張開，裡邊的牙齒暴走狀態的那個血口。也是有分色的零件來處理的，哇，很精細。兩側的胸甲可以稍微的打開一些幅度，全部用分件來處理分色，這種感覺真的很棒。尤其對像我這種不會用噴塗的人來說，哇，這種感覺就是塑組出來的質感就已經特別的棒了。腰部活動的時候，這裡邊有3節的脊椎刻畫，裡邊都是球形關節，活動範圍非常的不錯。肩胛根部這裡是一個單獨的球形關節，另外的肩膀在這個位置平舉的話90度沒有問題。左右旋轉靠根部的球形關節，並且根部有一定的餘量，可以作為蝴蝶肩。手肘兩段關節曲臂的幅度非常大。另外還有一個可替換的肩胛，這一塊可以打開彈出這個高振動離子刀，但是這一塊是注塑的造型啊，並不能來回的活動，作為一個靜態的展示。武器還有單獨的高振動離子刀，可以配合手型握持。手槍，突擊步槍。當然最帥的是它還帶了洋電子炮，配合非常不錯的可動性，可以輕鬆的趴在這裡擺出來一炮下去停電的名場面。胯部的活動性也非常的不錯啊，來回的旋轉，各種關節都是沒有問題的。膝蓋這裡是兩段關節，屈腿的幅度非常大。腳踝前後左右的接地，腳尖獨立的活動。這些關節處理的阻尼感都是非常不錯的，不會鬆鬆垮垮。配合支架擺一個脫離局數器加速狂奔的狀態，這個感覺拿捏的也是非常不錯的。當然，初號機最名場面的還是這個真八智女的暴走狀態，嘴巴打開，
手型有專門的替換，整體的一個塑造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錯的。再加上本身來說，這一套的售價也不貴，可以說對於新手拼裝玩家來說非常的友好了。數條的人物卡，背板是這種雷射的效果，內容就是這麼多了。除開這些配件之外，還有5對替換手型。那麼總體來說吧，在價格不貴的情況下，還能做出來按壓水口、全件上漆、分色分件處理、高可动性、阻尼感非常舒適，配件还相當齊全的一套 EVA 出号機。可以說勞布真的做到了那句有了版權我就可以為所欲为。而這一套的拼裝素質也確實並不差。之前我們玩過了勞布出的一些積木人也好啦，包括一些初音未來的拼接的可动人偶也好，沒想到這一次在拼裝板件的素質上邊，布魯克也能做到可圈可點。哎，突然想起來，布魯克是不是有點像斯皮爾伯格？大導演手握各種版權，可以拍出来彩蛋滿滿的头号玩家。而布魯克也一樣，在這麼多版權加持之下，產品也是做得越來越優秀。那麼大家覺得這一次的 EVA 出號機做得如何呢？歡迎在評論和彈幕留下你的觀點。這期咱們就玩到這兒吧。